你知道只要口袋够深，史丹佛啊、耶鲁、UCLA 等等的美国名校随便你选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国名校招生骗局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到耶鲁啊、史丹佛之类的美国知名大学大家的印象应该都是录取率超低、竞争激烈。但2019年 FBI 却揭露了美国史上最大的名校招生骗局。他们指控主谋瑞克辛格呢，在2011年到2018年之间，透过一些手法，包含了贿赂校方的人员、伪造学生的履历跟成绩，来帮助富豪的子女录取名校。而这些涉案的家长呢，大多是在美国有头有脸的成功人士，所以消息一出，造成了全国的轰动。后来 Netflix 呢，也把这起事件翻拍成了纪录片《买进名校：美国大学舞弊风波》。这个瑞克辛格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可以作弊长达了7年都不被发现？事情又是怎么样变康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透过纪录片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瑞克辛格在年轻时曾经担任学校的篮球教练，后来他转职成了独立升学顾问，创办了自己的升学咨询中心。独立升学顾问呢，是美国很常见的职业，因为美国的大学数量很多，每间学校的招生规则也都不太一样，很多学生呢还有家长在申请时都会一个头两个大。这个时候有预算的家庭呢，就会聘请独立升学顾问来当孩子的私人升学辅导老师。升学顾问除了会提供相关的招生资讯，帮助客户筛选适合的大学，也会协助学生整理备审资料，帮忙修改论文等等，想办法增加客户的录取率。那根据前客户们的说法呢，瑞克辛格是社区里面最早开始职业的升学顾问。他虽然不怎么亲切表情也总是很严肃，但做事讲求效率，是个很精明的人。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升学的问题，都会去找他。后来他也凭借着优秀的业务能力，成功辅导过不少的学生申请理想的大学。不过瑞克辛格对于这样子的成就跟收入并不满意，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他开始发展一套特别的侧门业务。纪录片当中提到，想要进美国名校呢，主要有几种方法。第一是走正门，顾名思义呢，就是学生透过正当的申请管道，凭实力考上想要的学校。但这种方法的竞争者最多，很多名校的审查机制也不够透明，就算你的学校成绩、备审资料都很亮眼，也不保证就能够入学。毕竟有很多的申请者都跟你一样优秀。所以后来呢，就有第二种方法，走后门。部分的富豪家长会用捐款或是捐大楼给学校来吸引招生委员会的注意，让子女获得更多被考虑的机会。不过要是你付出的金额不够多，没有个几百几千万美元，也就是上千上亿台币，学校仍然不会保证入学资格。那最后就是瑞克辛格自创的走侧门了。他打出相对便宜的价格大概只要30到100万美元左右，就可以协助富豪家庭购买名校入学资格，而且他还保证录取率100%。瑞克辛格是怎么样找到这种相对便宜又能够保证录取的方法啊？答案是体育特别生。刚说过，瑞克辛格呢曾经当过体育教练，他知道很多的美国大学都有针对运动员的特别招生方式，然后很多的体育教练手上也都会有一些名额留给那些拥有体育专长的学生。那除了篮球、美式足球这种资源很多、很受欢迎的热门运动，很多的名校里面呢也会有像是帆船啦、水球、马术之类相对小众的冷门运动。而大部分的校队课程呢跟培训资金主要都是靠外界捐款，所以小众的冷门运动呢募款就会比较困难，有的时候就连教练本人都要想办法身兼业务去拉赞助。那精明的瑞克辛格就锁定这些小众的体育项目，透过贿赂跟收买，把富豪的子女送进了名校。首先呢，他会跟富豪家长索取子女的申请资料，然后想办法篡改履历，甚至是 P 照片呢，把明明没有运动才能的孩子包装成优秀的体育明星。
然后为了掩盖贿赂的事实，他会要求家长先捐款给他创立的基金会，之后呢再拿出部分的钱捐款给名校的体育教练以及体育系主任。可是小孩又不会运动，入学之后要怎么办呢？别担心瑞克辛格也跟教练讲好了，等到这些富豪子女入学教练就会特别照顾这些学生，让他们根本不需要参加校队的练习，也不用上场比赛。那因为瑞克辛格专攻的领域是小众的运动项目，很少人在看，再加上呢，大部分人都很信任体育教练的判断，所以一般人呢也不太会去质疑这些教练推荐的学生。另外，除了这些人事安排有些名校还会多采集考试成绩，而瑞克辛格也会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提供客户客制化服务，只要你付得出钱想考几分就考几分。美国高中升大学的入学考试呢，主要分成了 ACT 还有 SAT 两种。那考生想要进名校的话呢，满分36的 ACT 至少要考34分以上，满分1600分的 SAT 呢，则至少要考到1500分以上。那为了帮子女达到最好的成绩不少的富豪家长原本呢就会帮孩子报名各种保证班的课程，或是雇用时薪500到1000美元的高级顾问来帮小孩补习。但如果小孩资质有限，又想要万无一失，有些家长呢就会找上瑞克辛格，用75000美元的费用安排代考人员，并且指定他们想要的成绩。实际运作方式是呢，瑞克辛格会先教家长一些方法，让小孩从医生那边取得学习障碍、阅读障碍的诊断书。然后这类型的考生呢，就会被安排在独立教室，由独立人员监考，并拥有更多的答题时间。而这个监考人员呢，也是瑞克辛格事先买通的。考试当天学生一样出现参加考试，但交卷之后呢，监考人员就会拿出新的答案纸填答，考到家长指定的分数。那虽然这个负责代考的监考人员呢，不会提前知道题目或答案，但瑞克辛格找来的人呢，可是哈佛的毕业生，这种高中生考试对他来说根本小菜一碟。所以在瑞克辛格富豪家长、校方人员跟代考枪手等人多方的合作无间之下，瑞克辛格的侧门事业也越做越大，直到一起跟这件事情毫不相关的金融犯罪案件，他们才被抓到。2011年呢到2018年整整7年的时间，由瑞克辛格一手打造的共犯结构都没有人发现异状，而瑞克辛格本人也非常小心，完全没有犯下任何的错误。后来会事迹败露呢，主要是当时 FBI 在调查一起金融犯罪。那个时候呢，嫌犯为了要减刑，就自愿的提供一些他知道也值得当局去调查的案件。接着他就爆料，耶鲁大学的足球教练鲁迪可能在用不正当的方式录取学生，因为鲁迪曾经问他要不要花钱让他的女儿保送耶鲁。后来呢，检方起诉鲁迪之后，鲁迪又再次指证主谋其实是瑞克辛格。而瑞克辛格在落网之后呢，同样是为了争取减刑又在供述了跟他合作过的10几位校方人员、30几位的学生家长，整起案件才因此曝光。最后呢，总共有多达53人被起诉，涉嫌的学校呢，包含了史丹佛、耶鲁、南加大、UCLA 等等的美国知名大学。后来涉案人员呢，大多都被判处监禁几周到几个月，而瑞克辛格除了被判3年半的有期徒刑之外呢，还必须要向国税局返还超过1000万美元，然后他数百万美元的资产呢，也通通被没收了。这起事件被称为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大学招生骗局。纪录片当中呢，也采访到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分享他们对于案件的看法。他们认为瑞克辛格所策划的诈骗案呢，确实很过分，但更根本的问题其实是名校本身带有偏见的招生方式，以及美国富人对于名校的执着。专家指出呢，虽然有部分的学生真的是因为优秀的学术成绩而被录取，但其实也有很多的名校为了维持声望跟影响力，会偏好录取可以提供捐款的富人阶层，以及资源比较丰富的白人种族学生。同时，专家也表示，在最近几十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变成一种商品，一种富豪家长的身份地位象征。很多人的目标都在于录取名校，而不在于获得教育。这是因为名校头衔除了可以拿来炫耀，也可以帮助富豪拓展人脉，认识更多潜在的事业合作伙伴。专家批评不择手段的有钱人以及名校带有偏见的入学方式，联手让那些一无所有、只会用功读书、努力练习体能的普通学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翻身机会。看完这部纪录片之后呢，有件事情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有专家观察到，在事件爆发之后，涉案的名校不但没有陷入严重的公关危机，反而比以往更受欢迎。因为这些富豪们愿意花费大把的钞票，甚至顶着坐牢的风险，也要让孩子进名校，不就正好证明了这些学校超有价值，非进不可吗？反而更鼓励大家想尽办法要进名校。那么觉得这实在是非常的讽刺又非常的无奈。这起案件虽然是一起作弊案，但同时也揭露了富人阶层比起一般人更有资源的事实。
有钱人能够负担起升学顾问、私人家教，比起一般没有资源、没有背景，凡事只能够靠自己努力的普通学生，早就已经不知道领先几条街了。可是有部分已经赢在起跑点的这些富豪们呢，居然还想要作弊，走一些旁门左道，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权利跟名声，实在是非常的让人生气。但生气之余呢，我们自己也反思这些作弊的富豪，或许也只是反映出整个社会追求名校光环的氛围而已。不只是美国，包含了台湾社会也都很讲求学历。那只要社会氛围不变，一般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学生，天生就是很难跟有资源的人竞争，也很难进到好学校，获得好教育，达成阶级流动的目标。那想到这里我们就觉得实在是蛮无力的。但幸好呢，在纪录片当中，还有专家提出另外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稍稍的安抚了我们的无力与不安。那至于是什么样子的观点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欢迎有兴趣的人去找纪录片来看看哦。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如果今天你是家长，会很在意小孩有没有念名校吗？会再怎么说呢，名校在各方面的资源都会比较充足，并不会没有这种迷思，厉害的人去到哪里都厉害。自己看孩子自己的意愿吧，自己的未来自己负责。替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买进名校。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世界大学排名以及研究生。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